用1個月的時間修复一台90年代的北京吉普 1021S。一个电影剧组给我发来几张照片想找一台北京吉普121。然后我说呀，北京吉普121倒是没有，但是有一台这样的车，北京吉普 1021S， 你看行不行？把照片发给剧组之后呢，剧组说这台车也可以，没问题，挺经典的，就是它了。所以就是驱车100多公里把这台车给拉回来。车主挺爱惜这台车的，所以给他搭了一个小车庫，一直放在车庫裡邊。就是看這車庫裡邊特別潮，看這地面濕乎乎的，車身表面都是鏽字，整體狀態還湊合吧，畢竟價格在這兒呢，是不是？來的時候就和車主談好價格了，7500塊，少1分都不賣。一看這車的樣子就放這好久了，表面都是灰呀。車主肯定特別愛惜這台車，單獨的給他弄了一個車庫。咱們打開機艙蓋看一下發動機的狀態哇，這表面都是土但是一看細節這發動機不缺什麼配件，裡裡外外看了一個，整體還看還是可以的。本來是想和車主好好聊一聊，把價格往下壓一壓，7500塊感覺是貴了點，但是到最後聊來聊去的，真看出車主真心疼這台車來着。要不是着急騰地方，他也捨不得賣它。咱們就按車主說的7500塊把它拿下。行，咱們不耽誤時間了，趕緊給它弄回家。由於長時間的停滯再加上地面的潮，這剎車它抱死了，折騰了好半天才把它安全的裝上車。看這轱辘一點都不轉，咱們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把輪子給它弄轉。到家已經很晚了，咱們用千斤頂把後轱辘給打起來，再用人給它推下去。折騰了好一會兒終於把它卸下來了。第二天一大早就趕緊過來看看這台車。打開機艙蓋看一下發動機，沒問題，這發動機不缺什麼件。然後就是第一件事就是讓這台車的輪子重新轉動起來。經過2天的不懈努力終於把這台車的剎車弄好了。修完之後的效果是真不錯呀。然後就是開始收拾這台車的發動機，看它的狀態怎麼樣。哎，來，有氣，幹！哎，兄弟們，行，這發動機沒有問題動起來非常不錯的接下來咱們就讓它重新開動起來。經過這幾天的一頓折騰終於把這台90年代的北京吉普 1021S 重新開動起來了。剎車修好之後呢，非常靈，發動機的狀態呢也湊合，但是隨之又發現了一些其他的問題。前面葉子板這兒撞了一個大坑，前保險槓鏽蝕特別嚴重，還是底盤下邊都是鏽和泥這個地方都裂開了。這內飾也挺慘的，這篷布它也廢了，整體鈑金呢還湊合，但這裡看都是鏽我覺得既然要把這台車給劇組用，就把這台車新車時候的狀態展現出來。
把這台車最好的一面讓導演、觀眾都看到，讓曾經開過、用過這台車人就像穿越一樣，回到年輕時候的狀態。所以接下來請給我1個月的時間，讓他煥然一新。來吧，給他來上一首更熱烈的歌曲吧，咱們加快速度，拆他。
經過這幾天的不懈努力啊，終於把這發動機收拾好了。咱們打一車試試，看能不能給它幹着。打！兄弟们，看到没有？这台90年代的北京吉普1021 SA， 发动机啊没问题，正常发动着了啊。接下来咱们就開始弄車殼，兄弟們，幹就完了，加油！經過這幾天的不懈努力啊，終於把這底盤發動機收拾好了。接下來咱們開始弄這台車的車殼。接下來啊，咱們就把這車殼和車架全部給它組裝起來。特別想讓這台90年代的北京吉普盡快的復活起來，讓它展現出當年的風采。每天啊，從早幹到晚，從白天幹到黑夜，就像打了雞血一樣，每天啊都幹勁十足。來吧，咱們再給他來上一首更熱烈的歌曲吧，咱們繼續修它，幹它。朋友們，咱們看一下啊，這是1021S 的頂棚部已經破爛不堪了，咱們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重新給它換上一個新的。來看一下啊，給它弄了一個新的原車材質的一個老貨庫存，你說它牛不牛？這個必須換新的，幹就完了。這台車修了已經很久很久了，真的不想讓大家等太久了，所以被迫使出了我的超級無敵大絕招，一個降龍十八掌就把這棚布弄好了。這台車的原車燈具由於年代久遠都褪色開裂了，咱們該修復的修復，該保養的保養。後尾燈修復好了，但是前面轉向燈不行了，換新的。大燈也修復好了，所以接下來就交給我吧，全部給它安裝上車。
2024年的新汽油，让他好好品尝一下。不知道这94年的兄弟他习不习惯这2024年的新汽油啊？好了，兄弟们，就到最后关键的时刻了。兄弟们，看这门框换的新的，已经装好了啊，和原车的这个特别的贴合，嘿，真不錯啊！好了，兄弟們，這台車啊，整體全部收拾好了。接下來咱們路試一下，看看它的狀態怎麼樣啊！兄弟們，一起加油！嘿。兄弟们，看到沒有？這台90年代的1021S 沒問題了，這回導演肯定會高興的。好了，接下來它就會出現在電影裡邊、電視劇裡邊。兄弟們，一起加油吧！這是這台北京吉普剛來時候的樣子，表面都是陳年的浮土、鏽漬、污垢。還有鏽刀鏽爛的地方，內飾同樣也特別的破爛不堪。我用了1個月的時間把它修復到現在的這個狀態。我希望這台車呀回到它年輕時候的樣子，和屏幕前的你們一樣去追憶青春。我覺得老車啊，它也是有生命的，它也會有語言的。接下來啊，它有自己的路要走，它要出現在電視劇、電影裡邊，和我們一樣去追憶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我是天鷹，我和老車的故事還會繼續。